不止 ，I'm so surprised。一个熊市基金的经理和一个 super 奶爸，真的能让你付出这么多吗？我跟他之间的关系，我就不和你聊了吧。你这次用这种方式来对付我，那不知道下一回你要用什么方式或牺牲多少呢？ Don't you worry， 来一个赶一个，来两个赶一双。Thank you。 You're welcome。喂，真不好意思啊，原本说好请你吃饭的，结果到最后变成你请我们吃饭了。哎呀，怎么还跟我那么客气？就给我这次机会吧，你们能来是我的荣幸。谢谢啊。别客气。怎么？哎 ，Thank you。对了，木子，这是你刚刚点过的酒，刚好还多一瓶，就带回去吧。哎呦，不用，家里有好多酒，真的不用。没关系。对了，这个是我们可以打很多优惠折扣的 VIP 卡，希望你们以后多点来，也带你们的朋友来。我其实不大经常来这里，不需要。我收下啊。OK， 谢谢啊。哎，好吧，那今天就这样，来帮忙一下。好，谢谢你了。 Thank you。 Oh, you're welcome. My 谢谢啊 pleasure. 谢谢。好，下周可以见。好再见 OK， 好，慢走，拜拜。味道还好吧？还会不会再去？你是不是心里在嘲笑我？觉得我又狠狠地输给了他一次，是不是？没有啊。餐厅是你自己选的，怎么能怪得了别人？再说这顿饭人家请客的，你何乐而不为呢？老是想跟人家去比这个比那个的，把自己搞得紧张兮兮的。哎，别人未必想跟你比啊。哎，我为什么不跟别人比，我非得跟他比呀？啊？因为我知道你会喜欢他，是不是？你难道不承认？木子啊，你知不知道结婚之前啊，你最吸引我的是什么？就是你那份自信，那太有魅力了，还有那份潇洒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我发现你真是越来越没自信。我曾经也和他一样啊，自由、放松、潇洒、自信。后来因为我嫁给了你，给你生了孩子，我才变得这么紧张兮兮的。我紧张是因为我在乎你。我告诉你，不是所有的男人啊，看到喜欢的女人，他都想怎么样。就因为你说你能够控制住自己，我就要相信你，就因为我明知道你会喜欢某个人，还要纵容你和他一起没完没了的吃饭聊天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吃饭聊天，你为什么不相信呢？啊，你老是想无中生有，无事生非，好好日子不过，找那么多烦恼，再这样下去啊，我跟你讲，你抑郁症就来了。我们不争吵了，好吧？我没有要跟你争吵。Rocky， 你爸爸妈妈没有在争吵，爸爸妈妈只是在讨论一个问题。你爸爸妈妈永远都不会争吵啊！我们不争吵了啊！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，很快。你又打算怎么样啊？没有啊，不打算怎么样啊？不管你的事，我的问题我自己来处理。相信我们一定会过这个坎的。哎呦，这本身就没什么好处理的。我告诉你，不争，那就是最强的竞争。今天我是以洛天妻子的名义来找你的。其实，你不是第一个以某某人妻子的名义来找我的人。我也知道你即将要问的问题，我都已经有统一的答案了。我根本跟你老公没有任何不正常的关系。不过，如果他喜欢上我 ，That's his problem, not my problem. Even it's your problem. 如果你用这种威胁的语气来跟我讲，
你知道的，这对我没有任何影响，我根本不在意。但你在意新刊物的主编位置。Joanne， 在你和男人打情骂俏、游山玩水的时候，我在做业绩，在做销量。看见这个后头没有？一目了然。我做得更好 ，I am much better。那只是上个月，and only is last month。后面的我会做得更好，好到让你尖叫，你信不信？按你这个语气口气，那你就说新的主编的位置非你莫属了。Joanne， 你把你在洛天那里的钱全部拿出来，有亏损的我帮你补足，和洛天就不要再有任何联系了。这新主编位置会是你的，即使你像现在这样不求上进。不止 ，I'm so surprised。一个熊市基金的经理和一个 super 奶爸，真的能让你付出这么多吗？我跟他之间的关系，我就不和你聊了吧。你这次用这种方式来对付我，那不知道下一回你要用什么方式或牺牲多少了。Don't you worry， 来一个赶一个，来两个赶一双。Thank you。You're welcome。消息还真灵通。对，啊，那是创刊的发布会，你一定要来哦。以后还要你多交关照呢。好了好了，谢谢，再见。对不起啊，让你久等了吧？没有。Hello Rocky， 记得阿姨吗？阿姨。哟。哎，这是到昨天下午3点为止，你在我这边的所有交易流水清单啊，你看一下，如果没问题的话就签个字。明天我就把你账上所有的资金转给你，那我们的合作就到此为止。没问题，对你我还不信任吗？来，谢谢。不只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，也不要再通话了。你是我的客户啊，你要求取走在我这边所有的资金，我不能有任何异议。但是没有人可以规定我和谁见面，谁不见面，谁通话，谁不通话。木子不可以，你也不可以。你觉得这种东西可以拿来交换吗？我只是害怕，我害怕自己会越来越认真。男人时间越久，就会有厌倦的感觉。可是女人时间越久，就有依赖。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在你无聊的生活当中，只是一个你比较聊得来的人而已。不是，你不是，你不是。对我来说啊，精神领域的交集，它虽然只是生活上一些琐碎的小事情、小感觉，但是如果能够彼此找到共鸣，那它比肉体欲望那个兴奋点还要高。就像你所说的，要找一个聊得来的人，比找一个人上床那困难多了。我们两个想的应该是一样的 ，right？
下午打电话给我，让我把他摆在我这边的基金都还给他。我已经还给他了，而且我还告诉他，让他不要理会你对他说的话。孟子，真的说实在的，我有点受够了。这些日子你给我的这些有形无形的压力，真的让我喘不过气来。你说要结婚，我答应；你说非要孩子，我也答应。多少次到医院里面用那种奇怪的方式受孕，我都配合了。孩子生下来之后，你说你要急着去上班，没时间带孩子 ，OK， 我来带，我都做了。在你的条件诱惑之下，把九安介绍给我认识，我接触了他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。可是，在你认为我已经越过了你的底线，现在你又一声令下，要我们断绝所有的联系。木子，我是男人啊，我不是你的提线木偶，我有我做男人的尊严。如果你意识到的话，那就让我们先分开一段日子，给彼此一个互相喘息的机会，好吗？你是我老公，是我丈夫啊。我们结婚之后，这生孩子、带孩子，配合老婆安顿好自己的家，是你天经地义分内该做的事情啊。而且每一件事情都是和我在你有商有量的前提下进行着的，是不是？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我逼迫你做的吗？没有吧？生孩子的痛苦经历，我都只字不提，但是吃药、打针、手术、受苦的是我的身体。给你生了个大胖儿子，我也没见着你后悔莫及啊！你多少事情、多少问题都是我在帮你解决的啊！你的前妻、你的女儿、你的妈、你妈的亲戚、亲戚的亲戚、亲戚的朋友，多少事情，包括你的基金客户，谁在拉着呀？我帮你拉这个基金客户，不是为了提供给你用来调情、用来提高你自己的肾上腺激素的。我今天还把这个新杂志的主编位子给推了，为什么？为的就是我希望我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回我们这个家孩子身上，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够更稳固，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健康的成长。我为这个家做的所有的努力，所有的牺牲，你眼睛长这么大，你没看见啊？没有人要你牺牲的，没有。你看，现在你不开心，我也不开心啊，这叫稳固，这叫健康吗？我再告诉你，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你自己在想。好了，洛天，我们不要争了，好不好？我不跟你争，你也不要跟我争了。现在既然你这里提出有问题，你把问题说出来，我们冷静下来，把解决问题的方法给找出来。最好的方法我已经想到了，那就是我搬出去，我暂时搬出去，我一个人。找回我们原来保持的那种距离感。晚上你带孩子，白天你就把他送到我那边来，我来带。我要是不同意呢？你今天回绝 Miss Dunn， 还有回绝当新杂志主编职位这个决定之前，你有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啊？谢了。洛天，你是不是真的爱上周恩了？你要是真的爱他，你要放弃我 ，OK？ 但你老实跟我说，请你诚实告诉我。是，我是喜欢上他。你是喜欢上他了，但是我没有忘记，我手上戴着我们的结婚戒指，我也没忘记我对你的承诺，所以我可以老实的告诉你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只是跟他吃饭、喝茶、聊天而已。洛天，你知道当时我选你做老公为什么？你和其他男人都不一样，
我以为你已经是活了一把年纪了，该风流的早已经就风流过的了，你完全已经是可以做到一个成熟完美老公的阶段了呀。怎么可以在这种时刻你突然爱上另外一个女人了？洛天，你已经和你的女儿解释过一次为什么她爸爸会离开她的妈妈，到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家里。你真打算将来再跟你的儿子说一遍同样的故事吗？你这样做男人是不是也做得太失败了？我只是觉得一场婚姻几十年，我们不能再像以前农业社会那样，这一辈子认识的人不超过100个人。我们要遇到的人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，这谁能保证我们这一辈子不会再喜欢上新的相识呢？但是发乎情，止乎礼，所以我再告诉你一次，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、对不起这个家的事情。止乎礼？赵安她是个止乎礼的女人吗？她要是不止乎礼，你还能止乎礼？洛天，你是我的老公是个男人，你装柳下惠啊？你想好分居的后果？